大家好，这里是宋说西语。昨天晚上啊，看牛顿的烈焰激光剑的直播呀，没想到这个直播室里边还埋伏着好几个大神呢，其中就包括一位叫罗天勇教授，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清华毕业的。那么他对这次的实验啊，也给了比较高度的评价。我们先看一下罗教授的情况。罗教授啊是结清啊，是研究核聚变出身的。那么他在清华啊，这个硕士、本科和硕士毕业，后来呢后来到东京去读博士啊，应该是东京大学啊。那么博士毕业之后啊，后来就到西南核物理西南物理研究室吧，就是那个托克马克装置，就是做那个核聚变的，到那儿当这个研究室副主任啊。后来又到电子科学大学呢当教授。那么应该说呀，他对这个技术是非常关注的啊，因为他自己呢做核聚变的，当然知道这个超导啊，这个高性能的超导材料，特别是室温超导对于核聚变突破的重要性。我们昨天也聊过这个话题，是吧？那现在他在直播室里边啊，这个后来呢，有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罗教授啊？”他说：“我是啊，我意思就是说，我很坦然这个事儿，因为我原来是做这个出身的，做这个核聚变出身的，我对这个关注是正常的啊。那个这个东西如果有突破啊，对全人类都是有好处的，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是吧？那特别他还解释了，就是牛剑啊，就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就实际上他师兄做实验的时候是否算全悬浮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昨天啊做实验的这个情况，这是他们昨天做实验的一个视频，我们快进一下，我录下来了啊，就这个位置看了吧？关于这个位置呢，罗教授说呀，这跟我们昨天讲的意思差不多，但是人家讲的要详细多了。我是昨天是鹦鹉学舌，看到别人的评论的，我觉得讲的挺有道理，但是人家讲的就是很清楚，就是重力啊以接触点为支点的力矩呢，会给样品产生了顺时针的旋转趋势。顺时针啊，铁磁性的吸力和摩擦力以接触点的力矩为零，无法平衡重力矩。铁磁性的悬浮会片状样品会在重力矩作用下贴到磁极表面，但抗磁性可以产生平衡重力矩的力矩，所以片状侧悬浮必是抗磁性。这是他的对于这个结论，就是说片状的这种物体，它的侧悬浮必定是抗磁性，不是铁磁性。这是罗教授啊，罗天勇他的说法。那么他后边啊，他也谈了就关于中科院物理所的那一篇学术论文啊，这个重要性。但是他说呢，但这篇论文呢，并不能证伪 LK99。那像我们这些做视频的很多人都对 LK99啊，就是给出各种各样的自己的倾向性的说法。那罗教授呢，主要还是从论文角度来谈。他说呀，首先得明确证伪什么？LK99显然不是一个完全超导向的材料。LK99呢，只是可能存在室温超导向。而室温超导向的比例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要想证明 LK99不是超导材料，很容易，只要找到 LK99不符合超导材料的一个点即可。如果要证明 LK99不存在室温超导向，则很难，你要排除到所有的微弱的超导性状的可能。显然呢，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呢，不能证明 LK99不存在室温超导向。那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论文啊，只是就 LK99的电阻突降提出来一个他因导致的可能，就是那个硫化亚铜的相变引起的。所以这里的逻辑包括呢，第一，硫化亚铜相变是可以产生电阻突降的；第二 ，LK99有析出硫化亚铜的可能。但他也指出啊，欠缺的逻辑点是 LK99中含有多少硫化亚铜，以及硫化亚铜在 LK99的拓扑结构中，这两点很关键。这昨天我们上一次做那个中科院论文也讲过，到底硫化亚铜在里边是多大个比例？你不能把那个硫化亚铜往右推到最大比例，说你这个是吧，就是那样的。那实际上人家早期的专利注册里边 ，LK 已经指明了硫化亚铜的存在和可能的影响。那罗教授接着说呢，他说一个混合物中某个组分对混合物电阻的影响受组分含量和
组分在混合物中的拓扑结构的影响。就是你把一粒金子放到一块石头里，石头会不会因为掺了金子就导电呢？是吧？那或者电阻力突降，是吧？那金子占了50%以上，肯定就有影响了。哎呀，那咱还练什么石头啊？把金子给我就得了。罗教授接着说呢，如果金子占了1%，那金子只能抽成很细的丝，在石头里形成网容，才有一定程度影响石头的电阻率。所以看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这个逻辑啊。对照这个研究，硫化亚铜在 LK99 中的含量极低，所有的铜都以硫化亚铜的形式存在，含量也不到10%。那硫从哪里来？从单项这个 X 射线演示结果来看呢，硫化亚铜在 LK99 里边的存量是痕量计，痕迹的那个痕啊，相比呢这个比例是很低的，这个项的比例是太低，除非这个分布拓扑结构逆天。而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呢是缺乏硫化亚铜在 LK99 里边的微观分布结构观察的，而这个观察呢是很吃设备，成本很高，需要把 LK99 纳米的一层一层的剥离，而用高精度的 TEM 诸层观察，这好像也是 LK 团队在做的事儿。因此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关于 LK99 的电阻力突降是由硫化亚铜引起的观点呢，它自身呢并不太强。当然，你不能排除这个观点的可能性。LK99 的超导项也很微量，那微量的硫化亚铜引起的伪超导是可能的。他讲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呢，他说综上所述呢，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只是提出了 LK 电阻突降的一个他因导致的可能，并不足以证实或证伪什么。人家的论文表达也很谨慎啊。所以呢，这就是他对这个事的理解。那么后来呢，确实是有人在昨天晚上看完直播之后呢，就给罗教授发邮件，然后就确认是不是你在看直播。然后呢，他立马就回了邮件，说是。他说呢，这个我来抖音呢，就是为了一线考察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同学做的类 LK99 材料的是否真实可信。他也说呀，他说他的视频呢没有作假。我当然要支持。他就说他的经历吧，他说我是因为核聚变才拿的这个人才的头衔。所谓人才头衔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实际上获得过不少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还有2015年的当选国家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回复。他说这个事儿呢，对室温超导如果有突破，对核聚变，对整个这个行业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敢说，我也愿意承担风险。这是一个敞亮的人啊，咱得说这是一个敞亮的人。这个如果做科研的都是这种心态，就是不遮遮掩掩的，大大方方的那就好了啊。那好的，这就是关于电子科技大学罗天勇教授对于昨天牛顿的烈焰激光剑的师兄这个叫 CS 渣渣他的这个直播的一个介绍啊。昨天呢给大家放过这个视频，我做过一个 react， 就是这个实验里边呢，实验到最后呢是有一个点是接触的那当然了，罗教授就从正面解释了片状的这个材料出现侧的这个悬浮，那一定就是抗磁性就是抗磁性。那好的，关于罗教授的这个说法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